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说点惊悚的事情啊！中国人呀，要面临大事情了，而且是你们不能反抗的大事情。中国以后呀，就是万物涨价，而且在数字人民币的强控制之下，老百姓将会无处可逃。顺便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呀，面具人会对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发表个人看法，以及 AXS、SLP 是否如外面传闻所说的已经完蛋了的看法啊。好，节目开始之前呢，顺便提醒一下大家，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最及时的消息了。而且呢，把面具人的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加抽取本月的大奖，价值$500的 Axie 鱼类蛋蛋的活动。转发要附上的留言，我会在留言区里面置顶哟。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水涨价的问题啊，标题中也写到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发布的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机制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市发改委同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经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研究形成了本市水价的调整方案。这个本市指的是上海啊，当然了，全国也快了。它的这个方案中指出，有3个阶段的水价要调整。第一个阶梯的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米3.45元调整为每立方米4.09元。第二阶梯的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米4.83元调整为5.72元。第三阶梯的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米5.83元调整为8.63元。那这个措施啊，对居民的水价来说，涨幅算是中下吧。可是呢，对商业用水啊，那个涨幅就巨大了。总体来说呢，一句话就是要涨水费。大家听到了这个数字了吧？涨幅还都不小。其实呀，在中国不仅是水费要涨啊，电费也要涨了。你们不信，看图。你在百度新闻里面搜索电费2个字，就已经可以看到党在为电费涨价做心理按摩了。其实涨价归涨价，与时俱进，通货膨胀嘛。可是大家记住了，老百姓的盈利来源目前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那老百姓的盈利来源减少了，可是呢，这个万物的物价，电费、水费都在涨，那这就是不合理的涨价了，这就是双倍压榨了。目前来看呢，中国的民营经济基本上都没有了。全部都是党有经济了，说白了，赚钱的事儿全部都是共产党的官员拿去干了。老百姓想要活下去，就别做发财梦、老板梦了，老老实实的打工去。想做生意，或许呢开个面馆什么的，这种理发馆最基本的生产服务行业啊，别说生产行业了，就是这种服务行业、生产饭的行业，还有可能让你干下去。但是你也不能做大，你就只能做那种楼下小区的小面馆。就这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地痞流氓官员来管你，找你的茬。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纵观中国这几年啊，你说这个钱究竟是好赚了呢，还是难赚了呢？尤其是做生意的观众朋友们啊，觉得好赚的请留言打1，觉得难赚的请留言打2啊。大家想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钱好赚了，物价涨了，那就涨了嘛，对不对？与时俱进。可是你共产党把老百姓的生意都抢光了，这钱变难赚了，你还要增加各种开支税收，从老百姓身上榨油，这不就是双倍多倍压榨吗？而且呀，还有一个关键点啊，我不知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聪明的观众朋友已经想到了，那就是大家记住了，看图啊，以后的民生交费，万事万物都是要用数字人民币缴费的，而且呢，这个数字人民币的控制终端并不在你们的口袋里，并不在你们的钱包里，更不在你们的手机里，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他说能用，你的手机就能用；他说不能用，你的手机立马就会锁定，你的钱就用不了。所以呢，
以后中国的物价怎么涨，怎么扣除，你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共产党这个指令一行动，键盘一敲，你手机里面的钱，你银行卡里面的钱就自动给转走了，什么电费、网费、水费，各种各样的社保费呀、医保费呀，随时都可以转走，你逃都逃不掉。其实共产党这样做很正常，因为只有把你逼在贫困、养老、教育、生儿、生育、生存的生死边缘，你才会为了那一点点钱去拼命的劳动，对不对？生意呢，你又做不成，你又赚不到大钱，你只能靠这种无限的劳动力干到死来换取那可怜的数字积分。而且呢，就这样，你换到的这个钱怎么用，还不是你说的算，你始终都要把这个钱用来交电费、交水费、交你娃的上学费交各种各样的社保。好，你说你想攒钱 ，OK， 你把钱攒的差不多了，共产党看，老百姓的口袋里面都有点钱了。好，物价涨，水费涨，房租涨，涨，然后嘞，你们的钱留都留不住，随时人家键盘一敲，咵一下就把你的钱从这个网络上扣走了，对吧？你的钱始终是存储在人家的这个云终端里面，并不是在你的口袋里，听懂了没？这和你的现金和你的人民币是完全两个概念。你把人民币装在你家的床底下，装在你的口袋里，或者是装到那些银行卡里，外资银行，你随时想取现你就可以取现，或者是共产党必须破门而入到你的家里面去抢。可是呢，以后呢，人家上面的那些官老爷想要钱了，根本不用抢，只需要一个回车就搞定了，钱就来了。然后呢，你就得为了赚这个活下去，能让你吃得起饭的，能让你孩子上得了学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去努力的拼命的工作干活。而且呢，即便如此，你的钱还是留不住。听懂了没？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不想自己的钱就这样被朝夕令改朝令夕改吧朝令夕改的物价给你涨没了，你不想你自己的钱被共产党一时兴起缺钱了就给你割走了，一个回车键就给你清零了，那你就赶紧的转移资产吧。就算你现在人出不去，你先把你的钱兑成其他的货币，等以后国内通胀严重了，你人还在国内出不去，那你就把那个外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值钱的加密货币再兑换回来，那你也是沾光的嘛，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还是投资一些真正的可兑换资产吧。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今天的走势这几天面具人一直在强调比特币会退一进二，比特币的每次回调都有可能会迎接新高点。我在前天、大前天都已经提醒你们了，我都在节目中说比特币出现相应的回调以后，我那个时候是提醒大家不要慌，这是退一进二。所以说那几天看面具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有在操作比特币的人应该都赚到钱了吧？赚到的请留言打1其实比特币今天的走势也不例外，昨天面具人已经做节目提醒过大家了退一进二。所以呢，大家来看这个图片当中的黄色区域，比特币最低跌到了$45,000，然后呢就开始反弹了，最高反弹到了$48,000，继续的突破了近期的新高。那么大家看好了$45,000到$48,000，在这个范围内做一个波段也是非常不错的哟，对不对？是不是又让我说准了？所以说经常看面具人的节目不仅能提高智商，还能充实你的口袋。好，再给你们判断一下那就是最近很多人差心慌的 AXS SLP 我们来用美林时钟给大家分析一下 SLP 的模型。SLP 的模型和美林时钟的经济模型非常像，最典型的就是
SLP 在初期人少的时候 ，SLP 不值钱。可是呢，等它推广起来了以后，大量的人就涌入 XA， 则会导致 XA 短缺，就需要用更多的 SLP 去孵蛋，那么 SLP 的需求量就会上升，所以呢 SLP 就会涨价。但是呢，你们看好了啊，进入的新玩家变多了以后，打 XA 玩这个去生产 SLP 的人也就多了，所以呢 SLP 也变多了， SLP 也就会通胀。如果说没有新人进来了，没有更大的 SLP 的消耗需求的话， SLP 就会跌。但是呀，这也不意味着 SLP 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 XA 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有一部分人离场，还是会有另一部分人进来玩，那么 SLP 又会涨价，或者是官方修改一定的游戏规则，比如出新牌、出新种族，用以增加 SLP 的消耗量，或者是对 XA 现有的各种部位呀、皮肤呀进行改造，对吧？然后改变单独的技能，这些都是增加 SLP 的消耗量的手段，官方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 SLP 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又或是官方跨界进行一些合作，比如说在游戏里面植入广告，然后呢广告商就得收购 SLP， 这些合作都是有可能的，这都是一个正常公司会考虑的玩法，对不对？还有一个关键点啊，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观察到了没有，那就是现在玩 XA 的玩家并不算多，而且呢 XA 的多国语言版本iOS 平台还都没上线，还有一个大杀招，那就是 XA 的土地功能还没出来，这是一个更大的玩法。所以呢，以后的更多的 SLP 的玩法消耗都还没推出呢，你慌啥吗？ XA AXS 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继比特币、以太坊之后的第3大盘，可以叫它是 P2E 大盘，游戏大盘。现在这个行业整个领域才刚刚开始，对吧？我都不知道你们慌啥啊！而且 XA 作为这个领域的领头羊霸主啊，我问你，领头羊比特币挂了没？领头羊以太坊挂了没？啊，一个游戏它的生命周期还长着呢，而且这个公司它的路也长着呢，未来的事情你也没办法去预料，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进行一定的市场分析，凭借着你对这些商业公司的运营经验去看。那面具人我懂吗？所以我就敢买500-600只 XA， 你敢不敢？很多人呀做投资炒币，他的这个心理其实是非常矛盾的，涨了他慌，跌了他也慌。为啥？涨了他不一定敢追高，跌了呢他也不一定敢接，然后呢经常是自己心一慌了以后就做出了反向操作，然后自己就可惜了。就像昨天 AXS 跌到了63的时候，很多人慌了，怕了，割肉了。然后呢，我就在我的会员区里面给出点位，我说63进场，然后呢 AXS 就从63涨到了$70，又是10%的涨幅啊！在这个区域做一个波段也是非常不错的哟，对不对？而且呢，有些人还选择了开合约。当然了，面具人我不带单合约啊，我并不给任何这个机构交易所打工，所以呢，玩合约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啊。咱们再退一步来说啊，你们要是真的怕了，就把 SLP 拿去孵蛋。你如果说有强宠作为父母的话，你至少是有50%到70%的盈利空间，甚至还会翻倍。如果你孵出来的宠物不怎么好，你至少还是有20%到30%的盈利的。那我就问你们，你单纯做合约，你能保证你每次都赚30%吗？不亏都算好的了，对不对？但是吧，商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快要早。在之前呢，玩 XA 的利润更高，孵蛋的利润更高，对吧？随着以太坊的上升，早期玩 XA 卖出来得到以太坊的人，我靠，那都赚翻了，是不是？商机这个东西错过了就错过了，错过了不怕，
以后的机会还多得很呢。你千万不要做那种 old school， 你如果作为 new school， 永远站在这种金融领域的金融领域，它是一个强信息交互领域，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去判断。你觉得你会长进，你会进化，人家整个这些金融圈产品项目大佬机构，人家都在进化，人家都在学习，都在顺应市场，都在进步。然后嘞，你去拿去年的 K 线、前年的 K 线、昨天的 K 线来判断明天，你是不是傻？记住了，能看到未来的人，能判断市场走向的人，这才能预算到这个赚钱的套路和这个赚钱的项目。你天天拿过去的东西去判断未来，脑子里面有屎呢。所以呢，面具人我并不是说从项目方那儿得到的消息啊，我只是我个人的判断啊。面具人我并不是外面所传言的，哎呀，我是项目方的托儿，哎，我是这个 X 公司的代理什么的，哎，我就是凭我自己的个人判断啊，我跟项目方也没有什么多深的交情啊。但是呢，我能给你们透露一些消息，就是 X 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呢，还远没有达到它的巅峰呢。你说你现在的利润，那肯定是没有进场早的人赚得多的嘛，这是物理规律，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你们看这些图，面具人会员群里面的很多会员群友都是靠着跟面具人早期埋伏的那些项目赚到大钱了。我会员里面的会员啊，有靠蛋糕币、平头哥、AXS 赚到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大有人在。其实金融圈打的就是信息和商机的这个机遇战，你还在那盯着昨天的、前天的规律、去年的规律，还在那就知道盯着比特币空多杠杆，多还是空啊？当你在那犯傻逼的时候，人家早就不知道赚了多少倍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呀，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出来混社会，我们上网学习这些金融知识，我们看这些节目为的是啥嘛？不就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难道说有赚钱的办法你不学，你非得要蹲到一个茅屎坑里面吃屎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的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办理入群手续。最后提醒一下你们，千万不要乱做项目，这个钱放到那儿也总比亏光了好，对不对？我给我的会员群友也都说了，不要乱买，不要乱射，留好子弹，给真正的类似于 AXS、SLP、XKIC、平头哥这种能涨几十倍的项目留着，否则呢，你提前把你的子弹射光了，你空空多多，多多空空，把你的钱空多没了。等真正的商机机会来了以后，你也只能干瞪眼儿。所以你们好自为之吧，多看点反指标技术分析的博主的那些带节奏，多爆点仓就能成长了。拜拜。